很多散户根本不清楚我们常说的主力洗盘到底是洗什么呢？难道主力就是为了清洗散户吗？当然不是，因为如果散户都被清洗掉了，难道主力单方面持有股票吗？那么主力到底洗盘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主力洗盘是为了清洗筹码，为日后的拉升做准备。那么我们如何能够避免被主力清洗掉呢？跟着主力一起吃大肉，今天的视频给大家解释清楚。大家好，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本视频建议点赞收藏，方便反复观看。首先，主力一般洗盘只会洗掉两批筹码，一种是套牢筹码，另一种是短期获利筹码。先说套牢筹码，被套牢的散户一定是盼望着早日解套，所以一旦可以解套，一定会立马卖出。如果不是提前清洗掉这些套牢筹码的话，主力在拉升过程中被之前的套牢盘打下来，就会导致拉升无力，最后失败。同样，我们可以看一下获利筹码。即使人性是贪婪的，但是每个人的获利预期是不一样的。一旦股价达到一定幅度，那么获利盘也会着急卖出，落袋为安。所以在主力拉升前，如果没有提前清洗掉低位获利盘的话，也会对主力的操盘计划造成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主力洗盘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为了清洗掉低位跟上来的获利筹码，二是前期高位的套牢筹码。那么具体关于主力洗盘的整理形态有哪些呢？我们接下来看看三种常见的主力洗盘形态。一般来说，主力的经典洗盘形态，第一种是上升三角形。上升三角形一般是在股价经过一段上涨之后，股价进入到震荡区间，其中的高点的方向以水平方向为主，而低点的方向一般是不断抬高的。以图中的案例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次的震荡区间的高点几乎是相同的，但是呢，每次回调的低点却是不断的抬高的。我们连接高点和低点就可以得到两条线，这种形态就是经典的上升三角形整理形态。而在图中的这根阳线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跳空阴线直接突破了高点的连线，随后2天没有跌破这个平台位置，只是这根回踩阴线触到了这根水平线的支撑，我们就可以非常的确认这里就完成了主力的洗盘，而随后主力就非常轻松的进行了拉升的操盘行为。为什么这个操盘行为如此轻松呢？因为在前面的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刚才谈到的套牢筹码以及前面的第一种获利筹码已经被清洗干净了。所以很多人会问，到底会调整洗盘多长时间呢？这个不一定，要取决于在当时的情况。这些套牢筹码和获利筹码到底多久会被清洗干净呢？同时，即使在主力已经清洗完了这些筹码，但是也要配合外界的环境，比如一些要公开的利好的消息，这样就可以进行大阳线的一个突破，或者是跳空突破，才可以名正言顺的开始拉升的主升浪，而不是没有计划的一直拉升。这么一看，主力的操盘也是蛮复杂的，不像散户买卖想象的那么随心所欲。再来看第二种情况，那就是主力洗盘的第二种经典形态，箱体震荡。这里的箱体震荡一般的震荡幅度是比较大的，而且高点和低点是比较有规律的，一般是水平的，而且呢，这个幅度一般不会太小，常见的是10%到20%，但一般不会超过20%。那么在这样的震荡洗盘之后，最终一根跳空的光头阳线突破了平台区域，而随后也没有任何的回踩或者回调。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经常讲，在主力真正洗盘结束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存有侥幸，以为突破之后一定会有回踩。所以呢，这个箱体突破之后，也不断的开始拉升，进行了主升浪的行情。我们再来看第三种，那就是横盘震荡。如果你不仔细看，会感觉这个图跟刚才的箱体震荡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它们两个是有区别的。横盘震荡一般时间会比较短，第二呢，它的振幅会比较小，一般是小于10%的，而且表现形式上呢，横盘震荡的大量时间 K 线是以小阴小阳为主，
这样的情况呢，一般发生在主力已经大幅控盘，只是可能要经过较短的时间的洗盘，同时要等待一个市场的利好消息配合，然后再越过平台，开始主升浪的行情。除了刚才3种形态之外呢，在实战过程中肯定不可能只有这3种，但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3种是比较经典的、比较常见的，所以呢，你一定要掌握和记住。而在实战中呢，我们除了要记住这3种形态，还要结合主力的专用操盘线来进行配合，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我们对洗盘的判断概率，就可以跟着主力机构吃到大肉。那么关于操盘线呢，我个人用的比较多的是60日均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图中的上升三角形的形态依然是一个明确的洗盘形态，高点是水平的，低点是微微抬高的。那么最终的突破呢，是有一个小小的缺口突破了平台。而在图中的这3点明显的低点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主力洗盘的时候，虽然它可以通过各种砸盘和下跌来去清洗筹码，但一般不会轻易的跌破操盘线。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位置的 K 线是一个低开，盘中走低，下影线离操盘线还有点距离，马上就拉回了。第二次呢，是一根小阳线，触碰到了操盘线之后出现了拉升。第3次呢，也是同样的道理，但是这2次跌破了之后，短短的3-4天内又拉回来了。种种迹象表明，即使主力洗盘力度较大，但也有底线和原则，因为这个操盘计划呢，已经是提前制定好的，如果回调过深，也会导致后面的拉升失败。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形态和操盘线2个方面，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看穿主力洗盘的概率。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主力洗盘形态的一个总结。经典的形态呢，是有上升三角形，形态2呢是箱体震荡，形态3是横盘震荡形态。那注意，横盘震荡形态往往是主力控盘更加明显，并且震荡的幅度较小。最后一点，主力洗盘一般不会轻易的跌破操盘线，即使暂时跌破，也会出现2种形态。一呢是操盘线的方向继续向上，第2呢会马上回到操盘线之上。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谈到的主力洗盘的全部内容，你学会了吗？有任何相关问题，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 关注、转发加点赞，下期精彩持续看。